大家伙都知道，印度这个国家那真是个奇葩呀。最近啊，他们又整了个大活，简直是让人笑掉大牙。但是笑完之后呢，又觉得这个事儿办的挺那啥，挺让人无语的。就在11月21日啊，这个印度啊上映了一部大片叫《120勇士》。听听这名字啊，是不是挺热血、挺好莱坞的？这个片子啊，在印度那可是火得一塌糊涂，不仅全国的电影院都在放，最牛的是什么？是这个印度的军方直接给开了绿灯，全印度800多家国防影院，就是专门给当兵的看那些地方同步上映。而且啊，这还不是最离谱的，你猜怎么着？这片子的排面大到了天上去，印度邮政专门为了这个电影发了一套特制邮票。那咱们见过给这个奥运会发邮票的，见过给大熊猫发邮票的，给一部商业电影发邮票，这操作骚不骚？更绝的是啊，这印度的国防部长这家伙竟然亲自跑到电影的首映礼上去揭幕，以官方身份给这个电影站台背书。这家是知道是在推销电影，那不知道还以为是印度的登月计划成功呢。这就等于把这个电影直接抬到了国家宣传片的高度。那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就要问了，这个电影到底在拍啥呀？至于这么大动干干嘛？嘿，这就问到点子上了。这部被印度捧上天的神作讲的不是别的，这是咱们中国人特别熟悉也特别敏感的一段历史，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但是这个电影里的故事跟咱们历史书上学的，甚至跟全世界公认的历史事实那是两码事儿。他讲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纯属虚构的，甚至可以说是意淫出来的故事。来，咱们来看看这个电影是怎么吹牛的。那电影呢，聚焦在一场叫热赞拉山口的战斗上。在这个电影里印军那简直是天神下凡呀。剧情是这么设定的，印军那边呢只有区120名士兵，也就是一个连的兵力，而他们的对手是谁呢？是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你知道电影里说咱们去了多少人吗？5000人。好家伙，120对5000，这比例就算是斯巴达300勇士来了也得抖3抖吧。然而这个剧情更炸裂的来了电影里这120个印军凭借着血肉之躯和钢铁般的意志，一时挡住了咱们5000人的进攻。最后战况如何呢？电影是真敢拍说他们击毙了咱们解放军1300人。哎呦喂，120人打死1300人，平均每个人得干掉10个以上的解放军战士，这哪是打仗啊？这是在玩割草游戏吧？咱们解放军是泥捏的呀，站那儿不动让你随便突啊！他还不算完这个电影里的男主角叫夏坦辛格，是那个连队的头。在这个电影里呢，这个家伙最后是壮烈牺牲的，然后被印度授予了战士最高荣誉勋章。最逗的是印度那边好像还真有人信了这套鬼话，甚至在那嚷嚷说要把这个故事申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个集体应用故事之一。我听到这儿的时候，刚喝的一口水差点没喷出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知道这事估计都得报警。如果不了解历史的朋友乍一看这个电影再配上那种悲壮的音乐慢镜头，没准还真的被唬住，觉得哇，印军真牛，虽败犹荣，以少胜多。但是咱们今天就是来打假的，所谓的热赞拉之战在咱们的战史里那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根本不是印军吹嘘的什么保卫国土，那是咱们解放军为了拔除他们非法侵占的据点发起的一场教科书级别的歼灭战。而且整场战斗根本没有什么几天几夜的血战，全程只有多长时间？1个小时40分钟。对，你没听错，也就是一部电影的时长，战斗就结束了。那结局呢，更是和电影里的神话截然相反。那真实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咱把这个时间拨回到1962年，那个时候的环境那叫一个恶劣。咱们说的这个地方呢，在这个中印边境西段，那地方不是咱们平时想那种平原丘陵那是高原呀，真正的世界屋脊。那战前印度那是相当的不地道，当时他们的总理尼赫鲁搞了个什么前进政策说白了就是这不仅是占便宜这是骑在咱脖子上拉屎他们在600多公里的边境上疯狂的设卡子，一共设了77个据点，其中43个直接就设在咱们中国境内。这叫什么？这就叫侵略呀！而且他们挑的地方那是真毒这些据点海拔最高的能到5300米，
各位，5300米是什么概念啊？咱们去拉萨旅游，3600米都得喘半天，5300米那是连鹰都飞得费劲儿的地方，这空气的氧气含量啊，可能连平原的一半都不到。咱们今天要说这个热赞拉，其实就是咱们战史里提到的阿印8号、9号据点。那这2个据点就是2块最难啃的硬骨头。这印军当时多狂傲，他们这2个据点盘踞在一个叫热钦顶的地方，这地少简直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们比解放军的热情哨所高出了整整600米。我们都知道，那打仗呢讲究个居高临下，高出600米那就相当于他们站在摩天大楼顶上，咱们在地下室门口。那他们的视野能覆盖周围20多公里，咱们的一举一动，咱们的斯潘古尔公路那是咱们的补给线啊，全在人家眼皮子底下。而且吧，这帮印军不是光站那儿看风景，这2个据点各有40多个印军，加上中间的连部，一共100多号人。他们在上面挖了战壕，拉了铁丝网，还修了那种环形的地堡群，火力配置也是相当的猛啊，机枪、迫击炮一应俱全，那是真的把这打造成了铜墙铁壁。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在这么高的地方，工事这么坚固，中国人除非长了翅膀，否则根本就上不来。那就算是上来了，也是活靶子。面对这么一块硬骨头，咱们解放军怕了吗？怕，咱们的字典里就没这个字儿。但是不怕不代表要蛮干，咱们解放军打仗那是出了名的动脑子，讲究战术。当时咱们那边负责指挥的首长一看这地形就明白了，硬冲肯定是不行的，那是拿战士们的命填坑。那怎么办呢？咱们制定了一个战术，叫避开正面，迂回侧后，分割包围。这说起来简单但是要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实施，那简直就是挑战人类的生理极限。咱们当时出动了4个连的兵力，加上炮兵、工兵，还有喷火排，专门对付地堡的。这仗是怎么打的呢？那是真的惊心动魄。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北边的部队要从敌人的盲区绕过去，那个盲区在哪儿呢？在海拔4300米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战士们要从这儿开始爬，一直爬到5580米的高地上，去切断敌人的退路。这一段路得爬1200多米的高度差，而且那是晚上，气温零下20-30度这寒风跟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战士们还得背着枪，背着子弹，背着干粮，在平地上负重跑都累在5000米的高原上，每迈一步，心跳都能蹦到嗓子眼儿，肺都要炸了。但是为了不让敌人发现，咱们的战士愣是一声不吭，像幽灵一样悄悄摸了上去。南边的部队也不轻松，要绕过热钦山口，从侧面接近敌人的碉堡群。这就是咱们解放军的铁脚板，这就是咱们的钢铁意志。这印军做梦都没想到，在他们认为绝对安全、绝对不可能有人翻越的一侧，中国军队已经把刺刀顶到了他们的后背上。10月17号，战斗正式打响，这一下子那是天崩地裂。咱们的战士就像尖刀一样，从2侧突然杀出。这印军当时就懵了他们还在等着咱们从正面冲锋，好当靶子打呢。结果发现这个屁股后面起火了。咱们的喷火兵那是立了大功对这印度的地堡那是一顿输出。那种环形地堡正面很难打，但是一旦被咱们绕到了侧后，那就是个活棺材。战斗过程那是相当激烈那是相当迅速，从开打到结束一共就用了1小时40分钟。结果呢，印军那个所谓的英雄连队141人基本上被包圆了，击毙136人，俘虏5人，只有极个别跑得快的溜了。后来印方说是跑回去一个报信的，连那2个据点加上中间的连部，再加上后面的炮兵阵地全给端了，拔的是干干净净。当然了，咱们也得实话实说，胜利来的不容易咱们虽然是战术碾压，但毕竟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攻坚，咱们也是付出了代价。21名年轻的战士永远留在那片冰天雪地里，还有98名战士受伤，他们是用命换来了这场胜利，是为了保卫咱们的国界线不被侵犯。那仗打完了，按理说胜败得兵家常事，输了就认输，回去好好总结教训，对吧？但是印度那脑回路真的跟咱们不一样他们那是典型的死鸭子嘴硬而且还特别擅长丧事喜办。那个连队基本上全军覆没了吧，这在任何国家军队里都算是惨败吧。但是这个印军高层一琢磨，不行这要是实话实说太丢人了，老百姓不得骂死我们，士气不得崩了。于是呢，他们大腿一拍，计上心头，咱们编个故事吧。
他们是怎么编的呢？他们说啊，这个连队虽然死光了，但是他们英勇啊，他们每个人都像超人一样干掉了好多中国人。那个连长夏坦辛格啊，更是被吹成了神。那实际上呢，后来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夏坦辛格其实是受了伤，但这哥们儿没有得到及时救治，最后是在那冰天雪地里活活冻死的。这印军后来收回了97具尸体，在营部搞了个史上最大柴堆集体火化。明明是凄凄惨惨戚戚的场面，硬是被他们包装成了悲壮的英雄史诗。到了1963年啊，他们还建了个战争纪念园，在那碑上刻着击毙中国军队400人。你看那个时候啊，还没敢吹1300人呢，那个时候吹的是400人。这几十年过去了，力气涨得挺快啊，直接翻了3倍多，涨到了1300人啊！这通货膨胀都没这么厉害的。更可笑的是啊，他们把这个谎言啊当成了传家宝。大家还记得2020年吧？中印边境啊又紧张了一阵子。那个时候呢，这印军啊趁着这个夜色偷袭，又跑到这块地，那是缓冲区啊。他们又立起了一块夏坦辛格的纪念碑，结果呢被咱们中方发现后严厉震慑，结果他们自己啊乖乖把这个碑给拆了。这就是典型的记吃不记打。到了现在2024年、2025年了，他们又把这个冷饭炒起来拍成电影。为啥呢？因为好用啊！只要一说120人抗击5000人，那印度老百姓就热血沸腾啊，就觉得我们印度太厉害了，就忘了国内那堆烂摊子事儿了。这就是所谓的爱国流量密码，在那边也是这一套。说到底啊，1962年那场仗，咱们打的是堂堂正正，咱们解放军啊，全部都是在咱们自己的传统习惯线内侧作战，从来没有越过国界一步。咱们是为了自卫，是为了把入侵者赶出去。西段第一阶段，咱们拔了37个据点，第二阶段又拔了一堆。每一场胜仗都是实打实的，都是靠战士的血汗换来的。印军当年为什么惨败？根本原因不是咱们人多，实际上在很多局部战斗里啊，咱们人数并不占绝对优势。他们说啊，是输在理亏，因为他们是非法侵占，输在狂妄，兵力分散还嘚瑟，输在指挥失当，当官在后面吹牛，当兵在前面送死。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反思了吗？没有，他们选择了一条最容易的路，骗自己啊，靠拍电影，靠宝莱坞的特效，靠虚构的数字来麻痹自己。兄弟们，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啊，宝莱坞的镜头呢，可以把子弹拍得像跳舞一样，可以虚构出以少胜多的神话。印度的政客可以穿得人模狗样去给缓站台，去骗选票，但是历史是不会说谎的。那些留在高原上的烈士忠魂，咱们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还有双方解密的档案，那上面的每一个数据都在诉说着当年的真相。靠神剧煽动起来那种廉价的爱国情绪啊，它是虚火，它赢不来真正的尊重。好啦，今天关于这印度神剧的事啊，咱们就唠到这儿了。大家听个乐呵的同时呢，也别忘了给咱们当年那些英雄们啊，在心里面点个赞，敬个礼。咱们下回见，我是小懒。